6月13日，以色列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，对伊朗境内包括德黑兰、伊斯法罕等9个省份的47个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，目标涵盖革命卫队设施、高官住所和研发基地及导弹阵地。这一行动引发诸多疑问：伊方如何精准定位如此多的目标？伊朗防空系统为何失效？伊朗反击为何显得乏力？以及伊朗为何未选用中国防空装备？以下逐一分析。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采用了多种手段实现对伊朗目标的情报搜集。通过分析伊朗官员家庭水电消耗等民用数据，发现部分高级将领家属为节省开支集中居住于民用公寓，从而锁定可疑位置。伊朗 L-300防空系统在训练开机期间暴露出部署坐标。空袭发生前5小时，伊朗最高领袖刚视察过相关指挥中心，号称安保严密，连苍蝇都飞不进。然而，以军在行动前实施了高强度电子干扰，瘫痪德黑兰全程通讯。连革命卫队空天军司令试图用民用对讲系统调度防空部队时，频道也遭到加密诵经声干扰，导致指挥体系陷入混乱。袭击发生后6小时，伊朗宣称启动真实承诺3行动，计划发射300枚导弹饱和攻击以色列，但截至13日中午，实际仅向戈兰高地发射17枚老旧尼什导弹，其中9枚被拦截，5枚坠毁于约旦境内。下午又派出100余架无人机，意图消耗以方防空资源。整体来看，伊朗反击手段较为单一，且受北约国家暗中制约。美军开放伊拉克领空，北约电子侦察机提供雷达情报。俄罗斯因俄乌冲突持续，自身军备吃紧，虽宣称起风3套 A-400支援伊朗，但因土耳其拒绝开放领空，阿塞拜疆未予配合，运输迟迟未能成型。中国于6月13日重申反对单边军事行动，同时确认继续履行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，每日接收20万桶伊朗原油，并向伊交付12套无声猎人激光反无人机系统。但中方明确该装备仅限要的防御用途，并拒绝出售红旗9防空系统，坚持不向冲突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。伊朗当前处境与其自身战略选择密切相关，既试图高举反美反以旗帜，又期待与美妥协以缓解制裁。在与中俄合作中缺乏坚定互信，往往单方面寻求援助，却未在关键事务上予以明确支持，导致大国信任不足。此外，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企图也违背了中方一贯主。归根结底，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这既是其地缘优势，也使其陷入与美、俄、沙等产油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。美国的中东战略需遏制伊朗扩张，而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区域不稳定。伊朗若要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提升防御能力和战略主动性，或需调整对外策略，构建更稳固的大国关系，并放弃核武研发路线。我们始终主张维护世界和平，反对霸权行径，呼吁通过对话与合作化解争端，避免军事冲突升级。